买保险就是买平安。本节目由中国平安独家冠名播出。我说一下，我们下午要开始服务李维嘉老师。嘉哥，委托人维嘉是我们国内现在非常庞大的一个群体，独居人士。就没有一个活物迎接你吗？我不是，背后很可能带来的是心理健康的一个压力，可能会带来的是一种报复性的消费。不如到给狗介绍自己的家，我带你参观一下。他肯定是积累了一些精神上面的压力了，没有人照顾，突然的暴瘦，身体方面的隐患其实是比较大的。其实我当时还是有创伤应激的那种反应。他跟刘律有一些相似的地方的啊，当然他有他的自己的独特的诉求。很多我们初入职场的拜见客户的风险代理人要做一件工作，叫上门访问。哦，这个其实挺不容易的。你想，对方允许你到他家去，其实初步的信任已经建立了，对不对？那是，否则不会放一个我，特别是他有洁癖，我提示你。我没有，我没有。他把那个箱子的轮胎，他觉得外面脏，他给它擦了。这也太细致了吧！这不是正常的吗？我不累的，我如果不干完这些，我是不会休息的。我们模拟了他家的环境，也没有，部分也没有，部分。所以呢，你们要上门访问。这个访问的过程当中，你们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故吧？不是故事吗？是事故。故事。下午你们会在维嘉的家里，会不定期的突然的看见我。你们到时候猜一猜，我大概跟他是什么样的关系？就让你们感受一下，其实这个行业没有一个行业是那么轻松的，对吧？你们要上门登门拜访来做这件事情，我们该咋样就咋样。那我们先回家吗？先回家。开始了。先去挖坑，先去挖坑去。我们商量一下，给你们就是布置一些什么样的情景，好不好？好嘞。你受不了了，像个笨，真的像个蠢货。还好，真的还好。你对自己要求太高了，知道吧？而且你还是个泰国人，我求求你了，你知道自己是泰国人吗？我都忘了。你知道自己是泰国人吗？你肯定是个我好朋友，你心理咨询吧。对啊，刘慧在杭州 ，Welcome to 杭州。哇，因为你不知道我之前做事就。不管任何事情，我能理解你，你能懂吗？所以你能第5名出道啊，在那么多人中。第5名哎，你第几啊？我第11啊。你就伤害他的目的可以这个。没关系。没事，好朋友。我们做嘉哥的事情吧。研究一下李维嘉老师吧，看一下。网络家务进修班，我来啦！你看挂掉了那边。嘉哥看起来真的很喜欢打扫。就是看着这些脏的地毯，然后被我一点点打扫干净。他说他打扫的时候是感觉在掌控自己的生活的，完美秩序，好有生活啊！种草到。哟，老师来了。你们有一个很好的经验了，上午也跟刘律有了这样的一个沟通了，那是不是会对大家的期望值又更高那么一点点？哈哈，其实一点点，他要准备好给我们挖坑啊。那你们谁想先成为第一组？我们要不要换一次？可以啊，这次你们先，可以啊，好吧？没问题，就上。这样也比较有意思。走。
要完成2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就是40分钟的风险识别。40分钟。你看似是拜访，但实际上也是去做风险识别，就跟他聊天，只是附加了一些事故条件。简单建议回来会有90分钟可以做。好，OK，等一下，你们要拜访，你们要不要带点东西啊？我把你的茶包带走。我们避免这种商业贿赂，我们就是干干净净的。我们是友情，我们纯友情。也是哦。啥意思？你好，没有原则。立马堕落，立马堕落。好，没有原则。我把这个带走。还挺有仪式感的一个袋子，哇，你这个好适合，对吧？还有发财祝福呢。给你们留一个那个袋子，一会儿装点东西。好，发财，哇哦！ OK，咱走。民警据此判断，张老先生应该就是遭遇了虚假投资理财的电信网络骗局。老年人前去跟我讲，他像一个微信朋友。是李先生家吗？你今天有别的客人吗？不知道哦。这门开着呢。哎，你好。哦，对，我约了几个那个，就是他们那个金融公司的。金融公司。对他们跟我就是规划一下。小佳，我告诉你，真的，我根本都不信骗子。啊，行，咱们进来。哎，好嘞。那个门口有鞋，换一下鞋。哎，好嘞。对。他特别爱干净。哦。能理解啊，能理解。那个就是，哎，你们怎么早到了？对吧？早了吗？早了半个小时。哎，我们职业习惯。哦，因为我正好跟我小姨在聊，对，聊点事儿呢。我觉得几件事情，第一个，一进门就说，哟，你们为啥提前半小时啊？怎么来早了？第二件事儿就是去看一下他们带什么礼物。就是因为重了轻了都不合适了。好，然后第三件事就是我的角色，我被金融诈骗过，金融公司骗子。好，哎，你没看这上面那个就是金融诈骗的那个新闻吗？好，所以那个我对于所有的来推销金融产品的人都不信任。我们俩聊点事儿，然后那个他还要出差收拾东西，弄完我待会收拾完行李我就去机场了。那要不看不方便，我们可以稍微再等一下，就是看您时间。来都来了，就这样的。来都来了。啊，好嘞，好嘞。因为我平时我都一个人住，所以没有什么椅子，你们就。我方便坐地下吗？这也行吧，也行，来，坐。哎，我这边给嘉哥带了一点我们俩准备的小礼物，重了轻了都不合适了，一点心意，然后也知道您有健康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自己做了一点养生茶带给您。那个礼物真心花了心思的。伟嘉曾经有肠胃道的这样的一个不舒适，所以那个茶还真的是健脾胃。所以我觉得第一份礼物还就比我预期的要好。然后也希望马年可以多多发财。我告诉你啊，上一次大姨被骗钱，就是从送礼开始的。送的啥呀？送鸡蛋啊，老来啊。鸡蛋便宜，这个是茶叶哦，煮在一起茶叶蛋。哎，没事，你放在这。哎，好，放在这儿。马年吉祥，马年发财。好的。哎，没事，小姨你别管那么多，先听他们说一下。你们俩贵姓啊？怎么称呼啊？我叫文涛。哦，文涛，哎，好熟悉啊，这名字，哎，真的。你俩叫我小梦就好，梦梦。哦，你们今天约我是什么？主要就是跟嘉哥聊聊天，想要知道一下你有什么核心的诉求。我是这样，就是因为你看我也年纪在这儿了，今年50岁，然后呢，我父母76、77，是需要人总是跟着盯着。
刚说的都说一点点就好了。哎，小佳，这个电视的声音在哪里了？啊，就是你听一下呢，这个就是被骗劝都劝不动的呢。哦，刚开始他们两个在看一个诈骗的电视嘛，会觉得对我们是有很强的防备的，这还是挺棘手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希望在打消他顾虑的同时，然后可以把这个话题及时的转接回来。小叶，我一起坐下，一起聊一会儿嘛。我们都经过专业的培训，就是这些。哎，他们都说是专业的呀。其实我们很能理解您，就是可能之前有一些不好的遭遇，但是其实你可以跟我们聊聊看。小叶之前不要跟我聊，我现在那个所有的上面写的金融的我都不理的。小叶有做过医美吗？就是感觉你朋友还蛮年轻的。我。这你也要管的，小兵呀！哎，我觉得就是还可以给我推荐我感觉还。小姨都是天生丽质的。小姨，你吃点喝点，这些你这。我之前我姥姥也有这样的经历。你姥姥咋了？就是她之前也有想要买这个东西，买保险，在20年前买了一个那种她投进去，她以为可以拿回来本金的，但其实是消费险。保险有非常多的品类，有消费险和储蓄险。那可能有一些代理人他在推销的时候，为了自己的业绩啊，他做了不切实际的承诺。20年前确实是也是这种。但是其实我们现在整个的保监会机构，包括国家的监管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您放心吧。你是不是那个以前一个老总的那个？是不是？对，我之前做过这份工作，对的。哎呦喂，董明珠的秘书啊。你不是经常看他的新闻吗？你还给我看过。是同一人吗？对，我之前做过这份工作，然后现在的话也会帮老板做一些类似这样的服务，跟他也保持很好的关系。行，那主要讲讲我们。刚才就是聊到您父母的一个需求嘛，其实他们现在最近身体应该是还是很好的。还不错，我妈身体还行，然后我爸呢就是，确实记忆力就是有点衰退。所以这方面就是我还是挺担心的吧。我基本的诉求就是能够让我父母能够安享晚年是最重要的。那比如说他们会排斥，比如说住到养老院里面跟大家有一个这样的集体的群居。我觉得因为我爸他不太能够理解，然后那肯定也说不清。但是肯定的，我的想法是，因为。关于这一类病人呢，护理他一定是如果往后面严重了，他一定要去专业的地方，是吧？比如说家里人，他要不然家里人都会被受累，然后第二个是家里人肯定也都不愉快啊，因为他的脾气啊，他的各方各面啊，他就越来越像个小孩，就会胡闹。我姐现在就很辛苦的呀。就我妈现在是那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我跟我妈说，我说你该发脾气也可以发。要不然你的压力太大了，你们还是像老夫老妻，就是你们反正也是拌嘴，过来了大半辈子，这样也不会。我爸更觉得是个病人，就至少有一些情绪上的各自的宣泄，会对2个人都会好一点。其实主要还是养老上的，除了养老上的，其他的价格还有没有？比如说您自己现在独居，或者说是工作方面有没有什么担心或风险？我就是身体吧，我觉得主要是身体，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我也就是除了做节目也做自媒体嘛，要去到各地探店啦、外拍啊什么的，这个工作强度还是比较大的。我还是希望我的身体能够保证，就是说工作的更久一点咯。因为现在自媒体啊什么的，只要身体健康，很多人70、80岁也还能够分享自己的生活啊，但前提就是很好的一个就是健康规划跟一个财富规划。对，现在医疗保险上的配备，您有正常的购买一些保险吗？买了，就是给你买了一个什么重疾险，一个什么医疗险。你上次瘦到98斤，比我还轻的时候，不是陪你去的？我哪里？小姨，你是流言制造者。我哪里瘦到98斤？那我还是我们看过那个热搜，您暴瘦了，但我不知道有98斤。我跟你说，那个时候我是最健康的体重是118，
角度的问题，是啊，但是我妈就是担心我是因为肠胃的问题瘦，然后呢，所以她可能也特地关注了我这方面的事儿。但是呢，我真的最不想的就是叫险，就是不想用保险，你懂我的意思吗？我宁愿就是说是这个产品也是靠谱，当然也未雨绸缪，是万一要用也可以用。但是其实我根本不想做这个事儿，我不想启用保险。当然了，沟通过程当中明显看到嘉哥还是，有一些，就像他的风险这个偏好一样，比较保守的，获得的信息是有限的，梳理出他真正的关注的那些核心点，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财富规划这块，就是能不能，就是展开的去讲一讲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多挣就花多一点，少挣就少花一点，因为我的消费观是根据我自己挣多挣少来的。明白。嘉哥还有没有就自己研究一些投资理财这种，比如说有时候我买一些基金啊、股票这种有吗？没有，完全没有。就是不太了解，因为我就是那种属于你不理财，财不理我。但是呢，根据我周围的朋友这么些年来的一个投资来说，你有时候不理财挺好的。我就挣不了认知以外的钱，所以我不去碰这件事儿。哎，那谁亏了啦？我怎么知道啦？那你肯定知道的呀，谁亏了啦？就是你那些照片上的人，谁亏了？没有了，你。你还是比较厌恶这种风险的发生的，对不对？就是因为您考虑了保险嘛，但是可能对于理财，对保险，所以我考虑的是多的。对，相对激进一些的理财，你还是有一些顾虑的。那了解您的风险偏好了。因为如果要做一个那个叫什么投资的那个风险什么评测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在稳健吧，应该是稳健，能够接受 R3，最多到 R2吧。最多到 R2，那就是只能买些货币基金、国债是吧？这就有点难办了。那保险够了，其实保险是完全可以覆盖你的这个需求的，而且保险它就是属于低风险，但是也是低流动型这样的一个产品嘛。其实是比较满足您的需求的。那个你差不多你要去机场了，我告诉你哦，你行李还没有收好的。等一下，喂，哎，5分钟到哦。要不我们送你去机场呀，嘉哥？送你去机场呀？有吗？有车吗？我会开，你有吗？我没有车。你赶紧收东西。这个还给人家。不要，放下就好了。就是送都送了，拿回去难看了。好的。对你那个你收行李，我送他们到门口。好的。哎呀，这个东西地上放过了，不要放到上面来。你看大姨坐都要坐在纸上面的，你看到没有？那我就把它拿下来。真没事，我现在没有，我已经好了。已经好了是吧？我体重回来，然后洁癖也没那么那个了，所以没关系。哎，这个帮我带出去丢了。直接不要了，这只兔子。我带走了，没问题。客户的需求就是，我可以带走。不送了。谢谢今天的时间，谢谢小姨。欢迎常来啊！还敢来吗？没，常来。吓死！哎呦，我说，一头汗，给我一头汗。哎，我不是光阻止了你们，我给你们递了很多的可能性。但是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对的，因为相当于就先不说这个抢客户的问题，但是我可以去以此来证明我想要给你一个好的服务。是啊，好吧，不要告诉下一组。谢谢陈老师，我会重来一遍的。重来一遍。你好会，好敬业啊！好会，再见。谢谢老师。可以换一组来了。要加点戏哦。我根本都不信骗子。我觉得要运用一些你作为一个律师的优势，你要跟他讲一些关于法律上面的问题，要不然我们这个团队没有一个就是一个你懂了，就核心竞争力了。我最擅长的只能给情绪价值和补充。我也是，我也只有给情绪价值。怎么样啊？怎么感觉被吸走了灵魂一样？涛哥感觉有点压力。你们自己去感受吧。你们自己去感受一下。
我们也是自己人了，所以说嘛，就是他们已经设定好了，然后你进，但是你的身份其实还是代理人嘛，就还是我们这个身份。行。我看你在保险。我有个提示，就是他们还是会问一些具体的产品的内容，所以可以带着这个东西去，因为他问到我们时候，我其实有点不知所措。就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提供一些有建树的服务吧。第2组我们走起，走吧 ，Let's go。李老师，有人在家吗？嘉哥在家吗？哎呀，门没锁，谁家门没锁呀？这么不注重安全。有人在家吗？在睡觉。哎，不好意思，有没有打扰到您啊？打扰了。需要拖鞋进来吗？要啊。可以穿这个拖鞋吗？穿啊，好了。穿拖鞋。哇哦，这个拖鞋很养生哎。这是我给您带来了这个我们的周边。应该有一些同行已经上过门了哈。哎，嘉哥，我们带了点小礼物过来。哎呦喂！还有这边给嘉哥带了一点我们俩准备的小礼物。前段时间，上海宝山松南好巧不巧啊！老先生反诈最前沿啊！哦，这是那个我小姨他在那看电视，所以我就睡着了。对，他刚才在看，可能他人不在了。哦，刚刚好，我们发现那个门没关。对，得叮嘱一下小姨出入得关门。他可能就到隔壁去借点什么东西啥的。 OK， 好，你们是怎么称呼啊？哦，叫我小高就好。哦，小高，叫我敬业就好，叫我小刘就可以了。好的，我记得你们那个业务代表林老师，他说有3个那个他们新招的得力干将。对，新招的那个业务员过来跟我聊啊，就你们3位是吧？是的。哦，是怎么的呢？我正好我5点半吧，我那个叫了车去机场。明白。嘉哥最近怎么样？挺好的了。还行啊。我先思考我应该怎么把这个话题好好开个头，或者能够起话题聊天的，应该是他的爱好。我尽可能的去把我这样的一个180度的视线里边观察了一遍，然后我发现跟我比较有共同的点，那就是后面有一个潜水服。哥，您经常潜水啊？就是偶尔吧。哦，喜欢吗？因为我潜过水啊，下面真的是另外一个世界，海底世界很美。对，耳朵会疼吗？你们下水要做好耳压平衡。小时候下去过一次，疼的受不了，我马上就上去了。啊，那这个常做的话，对身体会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你们是纯来找我。不要说了，这个您是我的偶像啊！我是看您节目的，我就来聊聊天。嘉哥说我5点半的飞机。那我们来重点。因为哥还得出差，就是因为一般的可能我们上门的话是想说，就看看您比较对哪方面的一些保险比较感兴趣，我们可以着重给您讲一讲。或者通过您的担心，我们也可以考虑到保险这件事情。我比较看重的就是健康 ，OK， 还有我家人的健康，我父母的健康。哎，我看这个照片上，这个阿姨跟叔叔好年轻啊，是您？真的？这是我小时候，我刚大1。他们送我去杭州念大学，哦，好帅啊！当年这个发型，对，郭富城像不像？我们那个时候叫富城头。现在也很帅，现在也很帅。现在叔叔阿姨跟您一块住吗？一个小区，对他们有什么事儿随时 call 我，我就马上过去。他们很少就是会让我担心的这种，因为他们自己安排的还行。对。阿姨叔叔本来就自己有收入吗？还是？对他们就是企业的退休职工，他们肯定是能够自给自足的，因为你发现人越到年纪了，他的要用的东西、要吃的东西都非常的少，欲望就就是那个物欲极低，穿衣服啊，然后吃啊什么的，我觉得只要。哦，来了，小佳在吧？哎呀，你是谁啦？我是小刘。你刚刚出去怎么没有关门啦？他们就进来了。
我还在睡觉。可担心了，小姨。我刚才那个手机落在这里了呀。哦，你去干嘛去了？逛逛超市呀。那小姨您也别进来了，我把手机给您拿去吧。我给您找找。哎呀，你不知道在哪里的？那就别忙活了，小姨子。找到了。这鞋子又脱又长的，多麻烦呀！小姨，我进来有事情的呀。啊，好。他们又是谁了？我不知道，你看礼物都一样。还是那个公司的？嗯，是。哎，你们稍微等一会儿，我有件急事情，你们过来一下。你先吧。哎，你借我5万块钱。我哪里有那么多现金？我要买黄金啊！就是现在跌下来了，你知道不啦？就是我赶紧进去，别了，那个不靠谱。就5万块。你这个点投资黄金最高位了，哎，不是，现在跌下来了呀！我知道。我告诉你很紧张的，马上就没有交易了。你现在还借我5万块钱，我就去买黄金了。小姨，刚好我们也有关的一些知识和有这些关联，要不你先坐下，我们聊一聊。借我5万块钱，他们聊他们的哈，你先借我5万块钱，然后我去买呀。我没有啊，我钱都在理财里面，我怎么能出来？小姨回来的时候呢，就是一个龙卷风摧毁停车场，把我们前面所有的这个铺垫，就是吸引到另外一个注意力上。维嘉哥觉得这个黄金的投资是一个特别靠谱的事情，其实有透露一些，就是维嘉哥他对金融理财这方面他是偏保守的。你先借我5万块钱，然后我去买呀。已经过了交易点了。我告诉你，刚刚5分钟还来得及的呢。晚上我就下单赎回，然后明天到账了，我给你转过去。你先做。没事，这个同学数学系的，他让你给你算算。那黄金会涨了啦。其实我对这个金融产品是非常抱有敬畏之心的，在我的这个净值还没有到了一个安全的情况下，我是不会随便碰。碰就是非常认真的去做这个学习，但是不是跟风去做。哎呀，不懂的呀，我告诉你，就是大姨这个很懂的。今天进去，明天快了他一转，我出来再还给你。他有没有可能明天会跌？那么明天吧，再问我借5万，再给你借一点补一补呀。哎，你们那产品要多少钱？我可以一次性交完。可以。你为什么要相信外人，不相信小姨的啦？小姨目前来看，我们就房间就是除了我之外4个人，你最像骗子。借我5万块钱，借我5万块钱，我就去买黄金。你先借我5万块钱，那么明天吧，再问我借5万。要骗我5万块钱。哎，其实这个你可以看看啊，小姨。重疾险。你有了呀？你妈不是给你买过什么医疗险的啦？哎，医疗险和重疾险是有一点区别的哦。所以那个重疾险到底赔什么啦？它是按照你这个具体的，就是如果你是28项重点疾病，你查出来确实是影响到你这个生活，然后你得住院了，你没办法工作了，那你没有收入来源咋办呢？这个重疾险一笔赔给你。哎，我朋友就赔了耶，然后他就检查出甲状腺，就是在28个疾病里面，他的保费比如是35万啊，他就是赔。你摸摸木头，小佳，你摸摸木头。对，你摸摸木头，你不会得这种病。我告诉你，我们家身体都很好的。身体好才要买保险，身体坏的时候来不及，买不了，买不到。未雨绸缪呀，小姨，你这方面的意识很差哎。我跟你借钱，你就开始说我了。我帮你打扫卫生的时候，你怎么不说的了？不是，你借钱去买黄金，我真的不答应。如果你借钱是，那总比买重疾险好了，你又不会生病的了。哦。是。小姨，但是我们也还有很多东西，就是把钱放在那里，然后它也会自己涨的。多少收益啦？你存进去以后，过几年你再往外拿。那我明年要用的时候要赔钱了啦。你要是马上就取，那是要赔钱的。哥，你平时最近就是，你要是马上就，你跟小姨聊。哎，我告诉你，他那个不灵的。我告诉你，他那个不灵的。他那个第1年。我们分组服务，你跟小姨聊。当这个小姨作为一个干扰项出现在我们谈话里的时候呢，哎，我们派出我们的 AEK 尝试用一种，以魔丸的形式去进行一些他的注意力的分散。你教我，他们都没有那种投资的那种意识。你教我，我是小孩，他们聊他们的。你们不是搞投资的吗？我刚进来。告诉你，外面都是骗子呀，你知道吧啦？我以前就是被骗过的。
为什么我们想了解你？因为我们想给你提供一个精准的方案。就我能感受到，像嘉哥说他其实物欲比较低嘛，我觉得可能就是比如说你会不会有一个短期或者说长期的目标在经济方面？对，我就是说我的预期收益吧，我觉得在3%到4%，算高的吗？不算高吧？不算高了，不算高。因为我觉得超过这个，它就已经说它的风险也在增长，很理智。因为我很讨厌焦虑，如果理了个财，他还让我焦虑了，那我就还不如不理。没必要了，真的没必要。情绪很重要。那我想问一下，现在有配置一些保险吗？比如说刚才你对提到说希望家人也有自己健康。我妈有之前跟我买，但我觉得健康险，我觉得配置的我也够了，所以我基本上我想用他妈给他买过的。对，明白。我主要是希望有一个好的一个就是让我爸妈养老的一个需求，养老的一些想法。如果你们做的计划能够涵盖我，比如说照顾我爸的那几年，我可能全心照顾我爸。好，你的收益能够保证我停滞在家不工作。不太受工作所累。嘉哥方面问一下，就是您大概期望说，比如说在多少年后会进入到这个，您可能需要说比较全身心的去照顾叔叔阿姨？那我觉得很坏吧，因为他时好时坏的。就比如说他前不久我就觉得挺不好，但是后来我妈陪他陪得多，他的心情。我要去请教一下老师，他如果帮维嘉分析，他要怎么分析？你想去吗？可以一块儿去。好，那走。我觉得我们的目标就还是给他非常个性化、定制化的东西，就不要任何模板化的东西。因为现在信息很少，你就只能有真的有限的信息，根据我们对他的了解去尽量去查一些东西。然后有一些不知道的社交媒体上，我们去查一下就好了。谢谢。老师，现在有空吗 ？OK。就我们主要就是想了解一下，比如说像您如果服务像李维嘉这样的客户，会从哪些方面去下手和分析？刚刚的信息是比较有限，你会发现被很多的切断了哈。但其实你们也获得了几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信息。筛取到的最大的2点，一个就是父母的养老，还有一个自己的健康。对，很关照是父母健康啊、养老啊，对吧？健康就是医疗相关的，养老的话，你可以就去看看居家养老跟机构养老和康养这一块。他也讲到了他极致的风险厌恶。最高能到22，是不是跟年金本来就是超级相关？所以我建议说，我们再去给一些年金的配置的一些方案。可以啊，他跟你们沟通的时候说到一句话，他说啊，其实未来年龄在变大的话，父母的支出啊、健康支出跟养老支出啊也会变多。其实他父母可能现在是70多岁哈，难道这个年龄段没有可以买的保险吗？也有的，对，这里面可以避免他的医疗支出。然后医疗这一块的话，其实他讲到一个点啊，我不想主动去用保险，我不想启用保险，最不想的就是交险。他指的是，比如我可能看一些小病什么，我就不用去。他就觉得说我不想主动去用保险，就觉得这个东西我保平安最重要。但他又讲到一件事，他说我需要医疗资源的时候也要有人帮忙就医啊什么之类的。对，你们可以搜一个叫家庭医生的服务。家庭医生他可以给到1家3口，刚好他父母。这样的一个陪诊服务，因为他其实会不想麻烦身边的人，但如果你是专业人士的话，我可以多麻烦。老师，你怎么发现他不想麻烦身边的人的？我就想知道你怎么洞察到的。小姨是不是不断刁难你们？对，他在帮你们解围。就是从送礼开始的。哎，没事，小姨你别管那么多，先听他们说一下。你不要跟我聊，上面写的金融的我都不理的。他们是那个大公司呀。你知道他是不是真的了？是真的，是真的。他是一个非常保护型的人，其实他很保护你们，有没有发现？发现了。对，他在对你们的保护，其实也可能说明他的某种人格，对吧？你说我感受到，其实维嘉老师对我们有保护，可能也在生活当中也是个不太愿意去麻烦别人的人。有些时候你对于委托人讲出这种话的时候，他就被点中，共情了。哇塞，这本来就是昨天说的共情能力的一个重点啊。就所有的金融的工具背后，其实都可能是要考虑到情感的因素。经过讨论，包括也请教了林明老师之后，还是发现了有一些核心的要点，其实也抓住了，然后做出自己的一些更全面或者说更细致的一些分析和见解，之后可能是一个更有效的方案。OK， 好，谢谢。应该够了哈。谢谢老师。
其实给了我们很多的思路的。现在的情况，我帮您总结一下，看如果有任何的错误的话，你可以随时更正我。可以理解为嘉哥是现阶段可能没有太多的经济收入的压力，要你的期许是年收益率大概在3%到3.5%这个区间。那目前可能会比较有的一个担忧，是因为父母的年纪上来了，然后爸爸的健康情况有可能会存在波动。然后您有一个比较刚需的点是希望说，如果未来有一段时间您需要是全身心的去照顾家人，可能希望说这个区间里面是有一笔收入能够来帮助你撑过这段时间的。就是您还有其他补充吗？我觉得挺全面的。我们是尽可能的把还没发现的问题也好，还是马上要发生的问题也好，把一切都尽可能的去防护，因为我们相信就是在问题出现的时候就很难解决了，所以我们尽可能的把这些事情提前准备好。喂，车到了是吗？哦，好的好的。你行李还没有收好，你简直了！我告诉你，赶紧收拾。好，他那个我送你们走的。好了，我就这么点诉求，没问题。我相信很多我这个年纪的人都是这个诉求。身体健康。哎，那个明天钱要借给我的，我告诉你啊，肯定开盘就错过呢。你赶紧收拾东西，我先送他们的呀。好。买保险就是买平安。本节目由中国平安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宽屏宝美看好又好看的蔡司泽瑞眼镜赞助播出。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2中午12点双更会员抢先看。打开芒果 TV， 搜索芒果勋章馆，完成初入职场勋章任务，解锁多枚专属限定勋章。接下来你们有90分钟的时间完成维嘉的风险减量建议书。你知道刚刚是怎么做的吗？小姨要借钱买黄金嘛，然后我就跟她说，我虽然亏了50万，但我还要往里进，你来教教我怎么买，然后就把小姨拉一边去了，然后他们俩在那里聊保险。但是其实把它拉开是对的，因为这样的话就是减少干扰因素。主要是他有这个能力，你知道吧？时间有限，我们赶紧梳理一下吧。好，没问题。那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这次相当于直接是风险识别的部分和减量的建议一起做。那我来负责那个家庭养老这块。好 ，OK， 那我给他做个人的医疗。行。我觉得我们可以分工一下先，我可以先负责医疗机构那边。我觉得你可以负责一下做一下这个险种介绍，没问题。小九的话，我觉得可能经济方面那个你可以大概给他做一个介绍，就是一个。我觉得敬业是一个很好的统筹者，他的思维逻辑也很缜密，做事情很有条理。敬业哥真的特别专业，懂很多的金融知识，跟他在一起特别的有安全感。因为经过了上午我们的第一个委托人之后，其实我们会想要说主动去调整一下风险减量建议书的结构。前4个 PPT 我觉得我们这次可以不做了，它那个内容可能会有点只做核心风险我觉得够了，核心风险和那个风险梳理，然后我们直接到这个风险减量就够了。尽可能的去精简，以及说直接戳到这个委托人他核心的一个需求上，尝试为他提供一些具体可以落实的方案，给出一些数字，或者说给出一些非常非常具体可以选择的选项，来帮他去解决这个问题。我现在在看经济方案，经济方案吗？金融的理财方案吗？对，就是各种。我在想他需不需要投资，他感觉不是很感兴趣。我没有要很高的收益就行。你有财务风险吗？因为我就是这种，我妈给我的这种老一辈的理财观念。你真心全体都存银行了吗？对呀，就是那种。就是他给了我们他的需求，我的预期收益吧，我觉得在3%到4%。他其实是希望有3到4的这个区间的，
那我觉得我们就按这个期望值，以及说帮他校正一下，因为他说他需要养老服嘛，我们可以帮他算一下，他要达到那样的生活目标需要多少钱。那如果他现在要的3到4的覆盖不了的话，我们可以告诉他你现在的收入到多少能覆盖这个，如果你不到的话，那你可能要考虑调整一下到风险高一点的，才能 cover 你需要的这个费用。就是我们这么给他选择。年化收入它有一定的利息的比例，它是有一定的产品对应的，所以我就去研究一下。因为这个他想要的这个年化基本上都是那种短期，虽然很安全的，但是有可能利息没那么高，灵活性比较高。你觉得能行吗？我觉得可以，我觉得你这个做了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它是个额外内容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们讲完这个以后，这个是一个重点讲的内容，就像流绿的那个，对，我觉得他可以准备一下。就感兴趣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提供这个信息，觉得还蛮可惜的。是没问题的。那我这里提供的是那个最简单的那种储蓄型的，就是储蓄保险，它就是比这个要低，但是也有。就我这不是相当于减低它的风险，我是增加它的风险，因为它风险极其低。经济方面好像理财啊，或者是资产配置这块，它其实比较保守。家庭的养老还有他自己的身体健康是它最核心的2大风险吧。其实我很担心，就是自己的亲友出意外。谁会是你的晚年的所有的事情的执行人？又没有想过。你现在想想，我应该也是朋友。其实是刘律今天说，就跟闺蜜一块儿去做那个，就是组团养老。就这件事情就属于理想很好，执行起来的时候非常复杂，因为家人其实是可以相互妥协的。然后闺蜜其实大家都希望就是开心在一起嘛，但其实闺蜜是没有经历过长期同居生活的人，所以你说这个最后要用这个方式养老，我觉得很吓人。对，我想是想得好，大家组团养老，可是你真当一个人吃喝拉撒都照顾不了的时候，你是吧？所以就谁是你的执行人这个问题特别残酷啊。哎，所以那段时间你不工作的时候，暴瘦成98是个谣言，对吗？这个我瘦的时候是在工作很多的时候，是在16年。你最瘦的时候啥样啊？这个时候很瘦啊，你看，你不觉得很拖鞋吗？对吧？这都不像我了。对。其实这个时候也有115，因为我不过也就是吃的少。所以这个是个工作期，对吧？这个就是很工作，但是情绪不是那么好，因为压力比较大，然后就吃的也少，所以因为肠胃是个情绪器官嘛，所以你就是规律生活加情绪。后来我一度怀疑，我每次洗澡我就总觉得这里堵着一块一样，我就去做了一个胃镜。后来我还很紧张，但是一查说你的那个很 OK， 所以也就很放松了。但确实呢，这张照片呢，或者我在机场有时候被拍到的一些照片，就放到了我在休息期，所以呢就关联了。对，关联了，然后甚至说我在山里面养病。没事，我也在网上得过肺癌。对啊，就是这样的嘛。网上的事儿不太靠谱。我刚才发现后一组知道你潜水，前面的我估计都没看着。你潜水，你滑雪。他有去滑雪耶，他喜欢滑雪。对。哇，他滑的还是单板哎，好厉害！意外险买了没有？我爸呢，就是记忆力有点衰退。我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病可能有遗传风险，所以我们要不要就去说这个事情，然后就是这个是真的在他具备自己的遗传的。就是他肯定是比普通的人这个几率要高的，但不是说就是他是的话，下面就有多大的概率，但就这个概率会比普通人高一些。
其实你的意思是在，比如说在年度体检的时候，他额外去多查一下这些项目。有一些保持运动或者怎么样的，你也可以查一下，就这些东西。我觉得你在他的个人那块其实有没有写，就是他刚才提到那个，就是他害怕麻烦别人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可以讲，就是他在比如说他在外地出差工作的时候，这个是可以帮助他去做这个假期的协助。就一个是陪父母，然后一个是他来陪自己嘛，他去帮我协助检查，陪我挂号啊什么的。其实我还有一个觉得我们可能遗漏到了，就是嘉哥他是一个蛮有慈善性的一个人嘛。什么意思？慈善。哦，好。因为无子嗣嘛，那最后这个钱的归处，你说领养吗？不到这个程度啊，就是提前就可以作为那个慈善资金，这跟他在不在世无关。那嘉哥应该不太想要孩子吧？看起来。万一呢？想问没敢问。我不好意思啊，百无禁忌。你遗产传给谁？爱传谁传？我都没想过这事儿。真的，我是真的走一步看一步，因为我妈就是也是挺豁达的，我外婆就是膝下5个女儿。哦，那是。但是真的走的那一刻，就是大家都已经集中在那儿了，准备就是临终了，告别了。然后医生呢就说今天晚上行，看他血氧啊各方面都是很平稳的。刚一把他们放走就不行，然后我们又是临时折回去。所以最后大家都赶上了吗？没赶上，就是因为，所以就是大家也就是有遗憾在这儿嘛。我就说，哎呦，我说反正我们也是聚在这儿了，只是说没有在那个时刻。后来他们哭啊什么的，像我阿姨他们就觉得很后悔，再回去又回来没赶上。我说这个反正我们生前对他啊，就是已经就是反正都围在他身边啊，也挺照顾的。所以我就是把我外婆送走这个事情，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直面的。比如说我在太平间，然后就是把他送下去，然后送他上灵车，然后我就回去洗个澡，就去录节目了。我还要录一个类似于像就是说话搞笑的节目，但我觉得这也没办法。就是经历了这一些以后呢，我又觉得特别的给我心理上做了一个比较好的建设。因为其实真的我觉得我外婆对我很好，她走的那一天我没有特别难过，没有特别哭成什么样。你想我共情那么能力强的，而且我都要我的长辈别哭，因为我觉得我们生前对她很好，然后她一定是很安心的。但整个这个事件就给我一个心理防御的建设，就是也许这些事情将会接踵而来，就是你会慢慢的要面对更多这样的死别，它好像就是开启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通道一样。我不大行，是吧？我现在不能往那个方向想。你看我的点就是说，懂的时候一定要对他就是对家人狂好，然后我觉得一定要做到没有特别多遗憾。所以这一点我在我外婆身上我就做到了，而且我每年过年都在家过年。就是我们家的那种大家族的概念是很强烈的。所以你那么热闹的家庭，你有想过你的晚年吗？没事儿啊，你确定没事吗？反正走一步看一步呗。因为还有这么多朋友呢，朋友也会面对这种问题啊。那现在读的人这么多，那肯定我们只是先一批，可能在做这独居的示范，但是很多人那
为了你看这些小朋友们，我觉得，对吧？总有方法吧。还有4分钟交作业啊！好的，来了。相信你把它贴到 PPT 里面，然后丢给我好了啊，这样的话它就不会乱码。我把这些字体再变大点啊，格式刷一下。我们也得变大一点点。好，好的，来吧。好了，大家做好准备，我们要上战场了。好的，老师。Hello， Hello， 老师们好。调大了字号。好嘞，谢谢。哦，这么厚啊！嘉哥。哎，你是给了我2份吗？啊。没有啊，他这个就是1份。万一你们是认真在做了是吗？必须的，特别认真。今夜最后拿出了写招股说明书的气势。哎呀，好期待看到你们的结果。我现在不是小姨了啊，现在又是经纪人了。对，我现在是张泉灵了，小姨的身份结束了，小姨已经姨再见了。深入人心了。所以谁先来？就按顺序吧，先来我家的顺序，好不好？哦，好。那我们先来，没问题。尊敬的李维嘉先生和他的经纪人还有林老师，大家晚上好。那同样也是我们2个作为您的风控代理人来介绍一下我们经过和您下午的面聊去制定的一个风险减量的建议书。好，我首先来介绍一下我做的个人医疗风险部分的风险减量建议。首先是作为独居人群，有一个安全和人身风险，可能会有一些疾病和意外的伤害，还有一些居家安全的问题。那还涉及到了一些职业相关的心理健康、慢性病和健康的疏忽问题。那底下其实可能也有一些特殊部位的损伤，可能涉及到一些非标性的风险的提前的预防。我们希望为它配备一些会员的权益服务，那这个部分其实也是在一些各大的保险机构都有配置的。我筛选了一下这些机构里面非常适合维嘉哥的部分。第2个部分就是极限运动的风险，我有刷到嘉哥社交媒体，就是有去将军山滑雪嘛，而且滑的是单板，可能会考虑到一些人身安全问题，就是一些专项的滑雪运动保险。除了刚才雨桐介绍的这2个主要的核心风险以外，我认为可能对于嘉哥来说比较重要的是一个要承担家庭责任的一个风险，可能就是主要涉及到父母的健康的医疗，还有养老的这部分的问题。包括父亲现在有早期的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个情况，本身可能老人现在对去这个养老机构有一定的排斥的一个心理。那我觉得前几年可以先优先选择一些这种可以上门的居家类型的一些护理服务。在第2点，在我们这个疾病如果一旦发生了这个进一步的发展的情况下，那其实可以考虑去一些专业的这种疗养机构去进行护理的。您可能性格里面有一点不太愿意去麻烦人嘛，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更多的不想去提供一些比如说产品的一些东西，可能你更需要的是一些有关服务类的一些需求，然后可能能够降低自己的一些额外花费的这种精力上面的成本。另外，在未来的数年之后，还是在考虑独居的一个情况下，那可能需要确定一个议定的监护人的人选，然后去签署这个议定监护协议，然后让他去清楚您本人的一些关于重大的事项的安排啊、意愿和一些规划。可以去准备一些医疗的预嘱嘛。财务风险上你是保守型的，所以我不会去给你推荐一些更多的权益类的资产，就是可能会造成您担心的这个亏损的情况。但是可以去适当的考虑一下年金的一类的东西，包括了储蓄险里面的分红险，还有一些寿险里面的增额终身寿险。文涛是属于那种他在这个心理过程当中，他首先
愿意静静的观察委托人他的诉求、他的想法，而不是急于要表现，说要往上扑。因为我本身也是这样的个性，所以我就会被这样的个性所吸引。在后续的你如果有兴趣的情况下，可以去了解一下稍微偏平衡金曲类的一些的资产，然后更好的能够帮助你完成资产的保值。我觉得这个应该能够达到你的预期。简单就是这样。你爱操这种心吗？我觉得可以，因为他首先他了解了我，比如说我是对风险是抗拒的，这个要慢慢建立起来这个信心。对，投资是对吧？你不能说就是你完全不管，它肯定不会。对，这个投资的心态你肯定也不会增长，你就慢慢的开始说，哎，我做一笔或者增加到多少，或者这样，这要在专业的建议下啊，我觉得就可以慢慢的去尝试一下。你还挺厉害的，一个储蓄为主要这个投资结构的人，已经搞了50年了，突然对这个说这个可以试试啊，我要给你鼓个掌了。好，谢谢嘉哥，争取把我的拉到23可以。你也不要乱争取，对的，这个可不是越高越好的，我告诉你，只有每个人合适的。是的，可以。好，谢谢。尊敬的李先生、张女士，那我们现在要为我们的委托人李维佳老师，就是带来我们小组准备的风险减量建议书。其实，在我看来的话，最重要的是，维佳哥是家庭的唯一经济支柱，他是难以承担一个突发的落入无收入状态的风险的。第二的话，喜爱运动，同时有一定的极限运动爱好。但是我们发现的话，维佳哥是很多保险该有的都没有配备的。这个其实本身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等于说你要上战场，但是其实并没有给自己配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盔甲。父亲罹患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可选配保险有限，是现在一个主要就是关注的目标，以及父母还未配置社保以外的其他健康类别保险。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就是先看一下核心风险。那我们其实综合前面分析的话，得出来的一个初步的核心风险，主要在于家人的健康以及说财务方面。刚刚提到的这个父亲年岁已经较高，而且罹患了这个阿尔兹海默症，这个风险来源可能主要来源于委托人他之前的一个投资理念，可能属于一个风险业务型。这样的话，在目前阶段它不会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但长期以往来看，这种风险业务型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后面的一个抗风险的能力较低。那么去解决这个核心风险的话，目前我们市场上其实是存在一些类似的产品结构的。一方面，其实现在我们很多的保险公司也会推出一个保险加康养的产品。这些养老的社区，它有很多都是由这个私企它直接去投资搭建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可以打消很多像我们这一代独居的年轻人顾虑，说未来我的父母一个养老的情况，以及说自己未来可能以一个独居者的情况去进入到养老院，会面临的一些顾虑以及风险。我非常关注的就是我爸爸怎么去选择养老方式的问题。另外一方面的话，敬业的讲法是让我觉得最舒服的，边界感把握的最好的，非常快的吸收，然后把这些东西转化成为我想要的一个方案。我觉得这一点我是比较满意的。接下来呢，因为我们还了解到了嘉哥想拿到年化收益是大概3%到4%的这个部分，然后我们做了一些研究，还给嘉哥分类了3个品种。第一方案是灵活随取型或者 T+0到 T+1的一个产品，然后第二个产品呢是短期稳健型或者 R1到 R2这个品种，最后一个是中长期或者 R1的产品。那么我们今天的 presentation 就到此结束。现在2组都已经阐述完了，来，你可以选了，选你心目当中的最佳风险代理人，选一个。我觉得就是文涛跟敬业2个人，我是在选的。
敬业呢是语境让我更舒服。他们讲到一些刺眼的词语，不是养老或者你老了以后或者遗产什么的，就会说他都会礼貌地问我，嘉哥你有可能会怎么样？因为你知道做这种的最怕讲那种，就像做皮肤管理的人说，你的脸都已经这样了，你真的该打一打了，你就会觉得你先把我弄一顿，我为什么要买呢？为什么我知道我要打一打，那也不至于你把我先踩一顿我的那个嘛，对吧？我觉得还是先就是说这个沟通的礼貌性跟尺度，还有委托人有没有被冒犯这件事情还是很重要。所以敬业打动我的是边界感。文涛给我的感觉是进入的比较慢，但是他思考的非常多，所以到后面在做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能够打动我的。而且就是讲到我心里去的，而且也讲得很清楚的。谢谢，谢谢老师。那这2个人当中呢，我觉得是涛。谢谢，谢谢老师。你们2个人了？对，我们2个共同的努力，对。首先肯定是开心的，然后我其实更关注，出于对于这个委托人的负责的角度，我是不是抓住了他的一些痛点和他的真实的诉求，结果我自己满意了，我觉得也就很好了。涛哥是这样的，他是那种不显山不漏水，但是他在关键时候他一定是可以顶上，而且他是稳稳的输出的，我觉得也是很符合这个行业他所需要的一个素质吧。失落的话肯定也会有一些，因为觉得自己不够好，而且我觉得既然要做的话，就要努力做到100%全力以赴吧。我觉得也是再接再厉吧。我觉得他们很好的点就在于不会太集中在某一个点上展开过多，而是把下午委托人告诉我的事情我都考量进来。可能忽略的一件事情是关于这一个我们叫做医疗预嘱。特别是我们今天一直都在考量一个群体，叫独居群体。独居群体很可能最后，我是需要有这样的我们叫做议定监护人。所以今天文涛提到了，议定监护人必须得要做一个公证。还有一个细节要考量的是，尽量让身边的好友都知道，要不然的话，这个议定监护人不一定知道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刚刚听完连老师的回答，还有大家的讨论，我感觉独居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更多的是自由，但很多当下年轻人不觉得是问题的一些事情，反而等我们老的时候却成了一些更大的风险。尤其是未来如果偶遇一些突发的状况，到底是谁能够真正的去帮我们做决定呢？那这里我引用大文豪胡适曾经讲过的一段话哈：保险的意义只是今天做明天的准备，生时做死时的准备，父母做儿女的准备，儿女幼时做儿女长大时的准备，如此而已。今天预备明天，这是真稳健；生时预备死时，这是真旷达；父母预备儿女，这是真慈爱。随着独居的人群越来越多，平安正在规划一项生命尊严保障服务。这听起来不像是保险，更像是提前把人生的后半程给安排好。对，恪守专业，契约精神，为我们的客户守护生命尊严。在急难救助上，一旦发生风险意外，我们第一时间启动专案跟进；在医疗决策上，协助选择最优方案，并严格遵从客户的预嘱；在照护监督上，从品质监控到临终关怀，让人生最后一程也能按自己的意愿谢幕。我听完最大的感受就是，独居可能不是一个人去扛所有的风险，而是提前去遵循客户的预嘱，把他的不确定性交给专业的人士去进行处理。是的，我们的生命尊严保障服务，就是在帮助客户无法决策的时候做决策，无法安排的时候做安排，无法监督的时候做监督。我其实今天还挺意外的，因为我们今天的2位委托人，我先前的想法是他们的最重要的特征是他们是2个独居者，所以在一开始我们都会讨论说独居者面对什么样的风险呢？比如说他的人身安全的风险。我门口一定放了我男同学的鞋，上面有一个牌子说现在正在摄像，请保持微笑，然后上面钉一个摄像头。他一个人居住，他一个人撑一个家庭，他的财务风险，你想说的是？
那传染，我都没想到这事儿。然后他身体健康受到威胁的时候，谁在照顾他呢？有一次我是流感发烧了，39度多，我当时在床上烧的这个脸都肿了的那种状态。那时候你要我自己打车去医院，我已经很难动了。但其实我们聊下来，突然我们3个人在同一个点上产生了极强的共鸣。我们这一代呢，确实面临了父母衰老，然后面临要养老的这个问题。我发现说，其实独居者们最多讨论的还不是此刻独居的自己，是我们的父母老了，而我们只有一个人，我们甚至连个帮忙的人都没有，但是我们要照顾他们的老年，所以单靠我们个人的精力，我们照顾不过来，所以我们需要支持体系。过80多，脑卒中和阿尔茨海默症的发病率是这样上升的。所以这个问题不是简单的特殊的问题，它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当然，我觉得当有方案的时候，其实我们定的不只是1颗星，我们会定2颗星。我们此刻考虑的是父母老了，我们终将面对，我们也会老去。我们老去的那一天，可能都未必你身边有一个人可以帮助你去解决你老去的安排，所以我们得自己把这一部分安排好，这样我们这2颗心才会被盾牌所守护。好，3、2、1，好可爱啊！哇，这是你的 slogan 啊！在不确定中做确定性推理。哇哦，好帅，好帅，好帅！好羞耻啊，一进来这么大个。挺帅的。哎，到时候不会全挂满文头？太有意思了。在日常的生活中，风险应该是说无处不在的。怎么借助专业的人员，那通过专业的金融工具，帮我们来做到一些风险的这个隔离啊，包括用更正确的这个保险啊、家族信托啊，甚至是说遗嘱啊。等等的这一些工具来帮大家实现个人的这个人生的这个资产，跟公司的、跟家庭的这个金融资产去做一些合理的隔离。从银行风险减量的底层逻辑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分为3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转嫁风险，第2个是风险对冲，第3个是风险分散。风险从来都不是单一的，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一个有效的、科学的、符合人生各种不同阶段的一个财富规划，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今天我们的主题中女时代。第一位委托人是杨汝晴。我跟我男朋友刚刚努力买了一个小房，如果意外发生，我的份额分给我妈妈还是分给他，就这些都是有点伤感情，但我觉得不得不谈的问题。合资买房这个听起来法律上漏洞就很大，但是感情没了，就不知道那时候他跟我妈妈会不会有一些纠纷啊？我觉得有必要讲清楚。不至于吧？看起来是一个人的遗嘱，最后其实是一家人的关系。婚前财产公证可以考虑作为一个分割，你们在意的呀？因为你们小鱼是恋爱脑吗？就另一位委托人尹红杰老师，31岁的时候遭遇了婚姻的婚变，背上了1000万的债务。我的家庭又比较特殊，我的爸爸、我的姑姑、我的姑父、我的妈妈、我的后爸，需要的是5个人的一个赡养。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糊涂了，钱花不到你身上，你身边爱的人还因为这笔钱打起来了，怎么办啊？他的状况跟我妈妈很像，所以我觉得我更容易代入一点。我的小孩子在国外，他不太会回来的。如果我突然有个意外的话，谁来决定我拔不拔管？您可以做一个承担某部分义务的遗产的赠与。其实父母也年事已高。我突然觉得有的事情看似很复杂，但是在专业的人面前，这些事都不是事儿了。这个是我给红姐姐做的一个小礼物，谢谢啊！哎呀，我今天真的来得好值啊！突然觉得我对未来特别有希望，特别有信心。哎呀，谢谢，好感动啊！
了，谢谢谢谢。第一天上班，大家都准备了什么？我是大灭火器，生气的时候喝口水嘛。金融计算器可以防止上班变丑好物。我勒个刀！我真的觉得这个很重要哎。我上班也要带这样子的东西。欢迎各位来到初入职场金融季媒体看片会的现场。一天刘家节目中的5套强对决。给大家爆一点点小料。初入职场治好了雨桐的恋爱脑。高清晨老师真的有开始准备遗嘱了吗？有没有可能您会成为最后一代的著名主持人？好犀利啊！好犀利啊！深夜灯还亮，时间静默成江，迷雾里有讨好，独行也不慌，让承诺凝成钢，给风险做减量，年轻的旅程通往从容的远方，青春如灯，爱是归航，波浪夹放，安然向阳，规划为营照亮迷茫，青春作伴不负双光，让未来见证这守护的力量。当变数轻轻扣窗，时光漫过手掌，一直温柔守望，换未来晴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节目官微初入职场金融季，解锁更多独家互动和幕后花絮。上微博带话题初入职场金融季发博讨论，有机会获得节目嘉宾专属回应。独家中文百科合作平台，上百度搜索初入职场金融季，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